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光明顶吗？在贵州的一座大山之上，竟然隐藏着一座非常神秘的建筑。它的建筑形制与文化底蕴，竟和金庸小说里的光明顶惊人相似。远远望去，四面都是悬崖绝壁，地势险峻，宛若天堑，当真有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之势。这般天险之地，不要说6道门派齐攻，就算是千军万马压境，只怕也难以踏进一步。据了解，这里名叫金凤山，位于贵州黄平县的崇安镇。山顶上还留存着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道教北帝宫遗址，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。整座山峰仅有一条小道通向山巅，沿途峭壁环绕，威严耸立。站在顶端四望，山河壮阔，云雾缭绕，令人仿佛置身于传说中的武林秘境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贵州黄平县的大山里面，准备前往我身后的那座山顶上。这座山呢，叫做金凤山，你们看，非常的陡峭。有很多网友都戏称说它是光明顶，就是武侠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中6道门派围攻的那个光明顶。从航拍的视角看过去呢，真的是非常的独特，这也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带着大家上去一探究竟。我们从最近的村子走过来呢，花了半个小时左右。它这里是没有通公路的，只能徒步走进来。如果说有想来的朋友，可以直接导航，金凤山就可以到达。我们现在是在那座山的对面。还需要从这里走下去，然后再往上爬。我们已经走到这个山脚下了，接下来呢，应该往上爬了。看这里立着一块文宝碑，上面写着北帝宫遗址。这个地方应该叫做北帝宫，听这个名字应该是道教。这边有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金凤山神仙圣水，由此下20米。应该在这上面20米左右有一个水池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看来这个地方它是不缺少水源的。这条路好陡啊！这边是一块凸起的岩石，我已经听到水声了。你们看，就是这里，它这个水源是从这个山的那个洞里面流出来的。你们看，它这个水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流出。哇，好冰啊，冰冰凉凉的。这个水是可以喝的哟，可以直接饮用，我们喝一下。哇，它是那种有点甘甜，你喝下去之后有点嘴巴里面有点回甜的感觉。这个水已经很久没有人打理了，上面都长满了青苔。这里怎么有个草节呀？有朋友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？
段路走到这里呢，就已经走到底了。这里呢，只是一个水井。现在我们往山顶上走。你们看，这边有一座山门，看这个台阶，都是用青石垒砌起来的，包括那个山门也是。这边还有一个金凤山神土地庙。哇，你们看，它这个石头上还有刻的有花纹，不过现在只剩下一个神位了。你们看，经常是有人祭拜的，还有蜡烛，还有一些杯子，应该是掺的有酒。其实大家从这个遗迹来看的话，就可以猜出它这里历史是非常的悠久了。哇，这个山门做工好重呀！它的厚度大概有1米多，你们看。这边还有，这两边各有一个孔洞，应该是一个门栓。这边在以前应该是有一个门的，你看下面有一个，两边各有一个，这个是叫什么呀？这叫好像是叫木杵吧，就是那个门的支撑点。现在我们继续往上走吧。从山门走上来，一直都是这种石梯路，看起来年代非常久远了，应该是古时候的人们修的。哇，这里红红的是啥呀？好像是野果。哇，这个野果可以吃。这个叫树莓，它的味道和那个草莓有点接近，好好吃啊！哇，你们看，这里居然是水泥路，应该是现在的人复建的。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我们现在的位置在逐渐上升。刚才我们就是从对面那座山爬过来的。哇，这个路是越走越陡了，尤其是在这么晒的天气下爬山，特别的吃力。快看，我们好像快到了，这里有栏杆，一看就是现代建的。哇，终于爬上来了，瞬间有一种居高临下、豁然开朗的感觉。你们看，就是这里了。不过这个房子看起来非常的现代，你们看，一看就是近几年才修建的。这个应该修的是一个风雨长廊，这个长廊占据了整个山头，呈现出一个口字形状。
这个墙呢还是用木头做的，你们看，是采用那种穿斗式榫卯结构。这座山呢，它是四面绝壁，在这个山的旁边呢，还架了这个栏杆。这里面现在已经是杂草丛生，看样子已经荒废了很久了。那些栏杆都是生了锈的。在这个围栏外面还有很多这种黑色的箱子，这个应该是一个灯箱，下面还有一个闸，包括这里面也是，应该最开始是作为风景区来打造的，可能这个地方比较偏僻，所以就荒废了。看这里还有。上面应该是通电的，你们看它这个有绝缘管。刚才我们从底下上来的时候，不是看到在山脚下立着一块文保碑吗？上面写着北地宫遗址。在以前，这里上面原本是一座道观的，现在只剩下遗址了。在这中间左右两边呢，各有一个神龛，这边供奉着2位神像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这个神龛是空的，没有供奉。你们看这个地上散落了一地的碎石，不知道这里供奉的是哪位神仙。这边有个碑，上面写着金凤山守人张道万、陈德修，还有黄品泰、何大祥。应该是以前在这个道观上的道人吧，应该。据资料显示呢，这个地方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被摧毁和烧毁过，现在只剩下遗迹了。从这个遗迹来看的话，它这里以前规模是非常大的。应该是那种均衡对称式，也就是传统的那种4合院布局，就是4边都有房子，中间呢是一个超大的一个院子。看这边有一棵树，上面系着很多红带子，这边还有一棵。像这种情况的话，一般都是那些善男信女为了祈求什么，然后在上面系的一个许愿带，又或者是他们在这个道观里面求的一些事情得到灵验，然后再系的一个还愿带，有2种情况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，我看不出是哪位神仙，这里面供奉的应该是道人吧，应该道教的。因为它这个上面不是一个道观吗？但是有一点像佛像，你们看。这边这位呢，他的那个坐骑是一个莲花形状。这里面供奉的2位神像，我没有看出是哪2位神明，有认识的朋友吗？你们看这外面放了很多香和纸，从这些就可以看出，这上面还是经常有人来祭拜的。北地宫的历史呢，它最早可追溯到明朝，它是始建于明朝的洪武年间，最近的话已经有600多年了。
在以前呢，它不仅有北帝宫，还有灵官庙，不过到现在的话，只剩下一些遗迹了。金凤山它这个名字呢，是因为它的特殊地理形态，还有山顶的峰峦突兀，像一只腾飞的一只金凤凰，所以呢得名金凤山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，像有很多寺庙和道观呀，他们的选址是非常的严格的，都是建在山顶上面的，或者是建在非常偏僻而高的一个地方。因为古人觉得他们，把这个住址建在很高的地方，他们会离天近一点，离神仙更近一点。你们看，下面就是崇安镇了，地势非常的平坦。这座山呢是整个群山中最高的一座了，在上面真的可以体验到什么是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虽然说这座桥梁是现代所建的，但是我们从远处的角度看过来呢，依旧给人一种云顶仙宫的感觉。这地方无论是风景还是地理位置都是非常不错的，因为它四面临洋，每一个角度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景。在这里看风景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